如果我现在问你，中国历史上最顶级的那场经济辩论是什么，你可能会一脸懵。但如果我告诉你，那场辩论发生在2100年前的长安，一个老头以1敌60，靠的不是拳头，靠的是账本，你会不会来了兴趣？今天我们要听的是一本被历朝历代骂了2000年，却又被历朝历代偷偷抄了2000年的奇书，它叫《盐铁论》。如果我现在问你，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是谁？很多人的第一反应绝对是汉武帝刘彻。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一出口，是不是让人热血沸腾？汉武帝打垮了匈奴，打通了西域，把大汉帝国的版图硬生生扩大了1倍不止。教科书里，这是汉武帝的绝对高光时刻，但历史书往往只告诉你一将功成，却很少让你看到万骨枯。如果你能穿越回汉武帝晚年，去问问街头的普通老百姓，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你们幸福吗？他们大概率会指着你的鼻子骂娘，恨不得把你生吞活剥了，因为战争是个永远填不满的吞金兽。汉武帝在位54年，有44年都在打仗。打仗打的是什么？表面上是刀剑，背后全是白花花的银子，是后勤，是国力。史书上记载了几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为了打匈奴，汉朝出动了几十万匹战马，最后活着回来的10不存1。到了汉武帝晚年，汉朝官方统计，人口直接减半。这不是因为大家全战死了，而是因为沉重的赋税和割役，逼得老百姓要么破产上吊，要么抛弃土地，逃进深山老林成了流民，甚至上演了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伟大的大汉帝国，在汉武帝的疯狂透支之下，其实已经站在了国家破产和农民起义爆发的悬崖边缘。国库里不仅1文钱都掏不出来，连皇帝的私房钱都搭进去了。没钱了怎么办？老百姓已经骨瘦如柴，再拔毛就要造反了。就在帝国即将崩塌的生死关头，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顶级的理财天才闪亮登场，他被后世称为帝国 CFO， 他叫桑弘羊。跟卫青、霍去病这些马踏匈奴的战神不同，桑弘羊没上过一天战场，但他对大汉帝国的贡献绝对不亚于任何一位名将。没有他搞来的钱，卫青、霍去病的10万铁骑根本走不出雁门关。桑弘羊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出身于洛阳的一个商人家庭。请注意，在重农抑商的古代，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但桑弘羊是个神童。他13岁就因为心算能力逆天，堪比古代的人肉计算机，被选入宫中侍奉皇帝。面对国库空虚的烂摊子，桑弘羊对汉武帝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狠话：民不义富，而国用足。什么意思？就是老板，你放心，我不多收那些穷苦老百姓1分钱农业税，照样能把大汉的国库填满，让你有钱去打匈奴。汉武帝一听，这简直是魔法，你怎么做到的？桑弘羊微微一笑，掏出了2套惊世骇俗的国家级经济大招，哪怕放到2000年后的今天来看，依然让人拍案叫绝。第一招叫盐铁官营，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垄断核心资产。在汉代，什么东西是刚需？盐和铁。人不吃盐会没力气，农民种地必须用铁铸的农具，打仗必须用铁打的兵器。这2样东西需求量巨大，而且属于绝对缺乏弹性的商品，价格再高你也得买。以前这些暴利行业都掌握在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手里，他们赚得盆满钵满。桑弘羊一上台，直接一刀切，全天下的盐和铁只有国家能生产，只有国家能卖，私人敢私自冶铁，直接把左脚的脚趾头砍掉。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把今天的2桶油
国家电网、烟草公司全部整合成了超级国企，利润极其恐怖，瞬间就成了大汉帝国最核心的印钞机。第二招叫军书平准，这招更绝，相当于国家出面做生意，搞了一个国家级发改委兼超级供销社。以前各地要给京城交贡品，比如南方交橘子，北方交皮毛，结果橘子运到长安全烂在路上，运费比橘子本身还贵好几倍。桑弘羊说，这不是扯淡吗？停，以后南方不用把橘子运到长安了，就地卖掉换成丝绸，然后把丝绸运到缺丝绸的北方去卖，换回马匹，再把马匹运回京城，这叫军书。利用地域差价，国家带头搞长途倒卖，赚取巨额商业利润。那平准呢，就是国家建立长平仓，进行宏观调控。市场上什么东西贵了，国家就往外抛售，把价格打下来；什么东西贱了，国家就大量收购。这不仅打击了那些囤积居奇的投机倒把分子，还让国家稳赚差价。这两套组合拳打下来，汉朝的国库瞬间就爆炸了。史书上说，民不义富而天下用饶，老百姓的农业税没增加，但大汉帝国又有钱去暴打匈奴了。桑弘羊真乃神人也。但是世界上真的存在完美的经济政策吗？民不义富而国用足，这句话听起来很美，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国家赚的那些海量利润究竟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很残酷，是从全天下每一个购买高价盐、高价铁的普通老百姓口袋里掏出来的。这本质上是一种极其隐蔽的间接税。到了汉武帝驾崩的时候，这套原本用来救急的战时经济体制已经运行了几十年，积弊极深，因为垄断，盐铁质量越来越差，老百姓买到的铁农具又钝又脆，根本翻不动土，而且价格贵得离谱，买到的盐不仅苦涩，还掺满了泥沙。国家机器变成了与民争利的怪物，各级官吏趁机贪污腐败，老百姓苦不堪言。公元前87年，汉武帝带着无尽的遗憾闭上了眼睛，把皇位传给了年仅8岁的汉昭帝，并任命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政。霍光接手的是一个被战争和严苛经济政策抽干了鲜血的虚弱帝国。为了平息民怨，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霍光决定做一件大事。公元前81年，也就是汉昭帝始元6年，大汉帝国的首都长安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霍光下令从全国各地召集了60多位基层代表，史称贤良文学。这些人大多是饱读诗书的儒家学者，也是真正了解民间疾苦的地方精英。霍光把他们叫到长安，只问了一个问题：你们觉得现在老百姓为什么这么苦？大汉朝的病根到底在哪里？这60多位儒生异口同声把愤怒的矛头指向了同一个人以及他的核心政策：废除盐铁官营，打倒桑弘羊。此时的桑弘羊已经70多岁了，他是历经汉武帝、汉昭帝两朝的托孤重臣，是执掌大汉帝国财政大权的最高长官。面对这群从地方上跑来的满口仁义道德的书呆子，桑弘羊的眼中充满了不屑。他知道，这绝对不是一场简单的学术讨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审判。如果盐铁官营被废除，大汉帝国的财政瞬间就会崩溃，北方的边防线明天就会被匈奴的铁骑踏平。于是，在公元前81年的长安，中国历史上最著名、最硬核、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经济政策大辩论——盐铁会议正式打响。一边是高举道德大旗、代表民间疾苦的60多位儒生，另一边是只讲国家利益、信奉丛林法则的帝国 CFO 桑弘羊。60对1，一边要的是藏富于民，一边要的是富国强兵。
一边主张自由市场，一边死守国家干预。这是2000年前的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也是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争论不休的世纪难题。国家到底该不该做生意？与民争利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儒生们指着桑弘羊的鼻子骂：你桑弘羊搞的这套东西，名义上是国家垄断，实际上就是朝廷亲自下场做买卖。国家本来应该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是裁判员，现在你裁判员亲自下场踢球，还要把所有的利润都赚走，你让老百姓怎么活？更要命的是，一旦失去竞争，国企垄断的通病，质次价高就彻底爆发了。儒生们拿出了血淋淋的民间调研数据，自从国家垄断了铁器，老百姓买到的铁犁锄头全都是粗制滥造的残次品。为什么？因为官府造铁器根本不顾农民的实际需求，只图完成朝廷的指标，打出来的铁器又钝又脆，一碰石头就断。更离谱的是，这些破铜烂铁价格还极其昂贵，普通老百姓根本买不起。买不起怎么办？农民只能用最原始的木头去刨地，甚至用手去拔草。农业生产力直接倒退了几百年。再说盐，官府垄断的盐不仅价格奇高，里面还掺满了泥沙，又苦又涩。穷苦人家买不起盐，只能啖食干活，连一点力气都没有。而那些管理盐铁的官员呢，他们高高在上，利用手中的垄断特权贪污受贿，穿丝绸，脑满肠肥。所以儒生们大声疾呼，政府干预市场就是一场灾难，正需退场，还利于民，葬富于民，把盐和铁的经营权还给民间，让自由市场去调节。只要有了竞争，铁器自然会变好，盐价自然会降下来。国家只要收一点基础的农业税，与老百姓休养生息，天下自然太平。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有理有据。朝堂之上，连辅政大臣霍光都频频点头。面对几十张嘴的围攻，桑弘羊毫无惧色，甚至觉得有些可笑。他看着这群饱读诗书的书呆子，缓缓抛出了他的灵魂反问：你们口口声声说把盐铁交还给民间是藏富于民，那我问你们，你们说的这个民到底是谁？是那些在地里刨食的穷苦老百姓吗？桑弘羊直接扯下了自由市场温情脉脉的面纱。在2000年前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汉代，煮海盐、开山炼铁，需要极高的技术门槛和庞大的资金投入，普通老百姓连个煮盐的铁锅都买不起，拿什么去搞盐铁产业？如果国家不管，放任所谓的自由市场，最终接手这些暴利产业的，绝对不是你们心疼的底层百姓，而是地方豪强、皇亲国戚和那些富甲天下的大商人。这就相当于古代版的垄断财阀。一旦这些人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他们赚到了钱会干什么？会分给老百姓吗？错，他们只会疯狂兼并土地，逼迫更多的农民破产，沦为他们的奴隶。他们有了钱，就会招兵买马，蓄养私兵，甚至对抗中央。别忘了，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是怎么打起来的？就是因为诸侯王手里有铜矿，有海盐，有钱，才敢造反。桑弘羊厉声说道：我把盐铁收归国有，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与豪强争利。国家的机器要运转，北方的匈奴要防御，每年成千上万的军费从哪里来？如果不搞盐铁官营，不搞军书平准，难道要我把这些天价的军费强行摊派到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穷苦农民头上吗？民不义富，而国用足。我桑弘羊收割的是天下的商业暴利，保住的是大汉帝国的江山社稷。你们这群书呆子只看到了官吏的腐败，却根本不懂宏观经济，不懂国家安全的大局。
这不仅仅是2000年前的朝堂吵架，这完全是现代经济学最底层的逻辑交锋。儒生们看到了微观层面的痛点，政府干预导致了效率低下，产品极差，权力寻租，百姓受苦，这不正是哈耶克自由市场理论的核心吗？而桑弘羊站在了宏观层面的制高点，放任市场会导致资本垄断、阶层固化，甚至威胁国家政权安全。国家必须掌握核心资源，进行财富的二次分配。这简直是超前了2000年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辩论到这里，其实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桑弘羊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因为要打仗，所以必须搞钱；因为不能向农民加税，所以必须搞国家垄断。这笔账，儒生们无论怎么算，都算不赢桑弘羊这个千古第一 CFO。但是，千万别小看这群满口仁义道德的儒生，当他们在经济数据上无法打败桑弘羊时，他们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惊人举动，可以说是掀翻了整个大汉朝基本国策的根基。既然你桑弘羊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建立在为了凑军费打匈奴这个大前提上，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前提连根拔起呢？儒生们指着桑弘羊的鼻子质问：你搞盐铁专卖，你与民争利，你把老百姓压榨得骨瘦如柴，你的借口只有一个：国家需要钱去打匈奴。但是，这仗我们大汉朝非打不可吗？儒生们抛出了一个在任何时代都极其沉重的命题：大炮还是黄油？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大汉朝付出了什么代价？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中原的财富就像倒进了一个无底洞，无数青壮年死在异乡的沙漠里，留下的全是孤儿寡母。为了供养前线的军队，后方的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连铁农具都买不起。儒生们大声疾呼：停战吧！撤销边疆的堡垒，解散庞大的常备军，把军费省下来还给老百姓，让大汉朝重新回到没有战争、安居乐业的盛世。这番话听起来是不是极其感人？是不是充满了悲天悯人的大爱？但紧接着，儒生们提出了他们解决边疆危机的具体方案，而这个方案直接让对面的桑弘羊气得七窍生烟。儒生们说，不打仗，那匈奴来抢劫怎么办？很简单，6个字：修文德以来之。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最极致的软实力与和平主义外交路线。儒生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匈奴人为什么来打我们？是因为他们不够文明，不懂礼义廉耻。只要我们大汉帝国自己道德高尚，君主仁慈，主动对匈奴好一点，给他们赏赐，用仁义去感化他们，他们看到我们这么文明，这么善良，自然就会感动，放下屠刀和我们做朋友。这就叫以德服人。他们主张恢复汉武帝之前的和亲政策，送公主，送丝绸，送粮食，用破财免灾的方式去换取和平。在儒生看来，花点小钱买和平，总比倾全国之力去打仗，逼得老百姓破产要划算得多吧。桑弘羊冷笑着站了起来。作为历经汉武帝时代的大臣，他见过太多的血流成河。他看着这群在温室里读着圣贤书的儒生，毫不留情地撕碎了他们的幻想、感化、仁义。桑弘羊的声音在大殿里回荡：你们竟然妄想用草去喂狼，还指望狼能变成羊。桑弘羊抛出了一个极其残酷的地缘政治真相：你们以为退让就能换来和平吗？你们忘了汉高祖刘邦被围困白登的屈辱了吗？你们忘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我们年年送公主送财物，结果匈奴的铁骑依然长驱直入，离长安城只有不到200里，把大汉的百姓当成牲口一样掠夺和屠杀了吗？桑弘羊厉声喝道：匈奴，那是贪得无厌的虎狼之国，你给他再多的财物，
他只会觉得你软弱可欺，有备则治人，无备则治于人。没有强大的国防，哪来的国内和平？没有边疆将士的浴血奋战，你们这群书呆子能安安稳稳坐在长安城里大谈仁义道德？桑弘羊的逻辑是冷酷的，但却无可辩驳。防守边疆的堡垒绝不能拆，常备军绝不能撤，军费1文钱都不能少。因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如果不搞盐铁官营，不把天下的财富集中到国家手里去打造坚船利炮，明天大汉帝国就会亡国灭种。到那时候，你们再去跟匈奴的弯刀讲仁义吧。在这场大炮与黄油的辩论中，桑弘羊的现实主义无情碾压了儒生们的理想主义。国家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在国防问题上，儒生们确实显得有些迂腐和天真。但是，辩论如果就此结束，盐铁论就不配被称为千古奇书了。就在桑弘羊以为自己彻底赢下了这场辩论，彻底稳住了盐铁官营的基本磐石时，儒生们并没有退缩。他们知道，在国家安全的大义面前，他们赢不了。于是他们把目光从遥远的边疆重新拉回到大汉帝国的内部。这一次，儒生们抛开了经济学，抛开了国防，直接把刀尖对准了桑弘羊政策引发的一个极其致命的社会毒瘤，一个在今天依然无解的顽疾。儒生们冷冷地问：御史大夫，你说你搞盐铁专卖是为了国家大义，好，那请你睁开眼睛看看现在的长安城吧。自从你推行这些政策以来，老百姓是没加税，但天下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富可敌国却为富不仁的特权阶层？现在的社会风气变成了什么样？笑贫不笑娼，只要能赚钱，什么道德底线都可以突破。穷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而那些有钱人甚至可以用钱买命，用钱去践踏大汉的法律。桑弘羊，你的政策保住了帝国的边疆，但却正在从内部撕裂整个社会的道德和阶层。这个代价，大汉朝承受得起吗？儒生们火力全开，向桑弘羊展示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大汉折叠图卷。第一刀砍向极度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自从国家垄断了盐铁等核心资源，那些依附于权力的官吏，被国家特许经营的红顶商人瞬间暴富。他们垄断了流通渠道，控制了物价。长安城里这些人穿着名贵的丝绸，坐着豪华的马车，连家里的狗吃的都比普通老百姓好。而底层的老百姓呢？因为沉重的隐形剥削，辛辛苦苦种一年的，连肚子都填不饱。财富正在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向权力顶端集中。第二刀砍向彻底崩坏的社会风气。儒生们痛心疾首地指出：桑弘羊，你天天用物质利益去刺激天下，结果导致整个社会本末倒置。当老百姓发现老老实实种地只能饿死，而跟着官府搞投机倒把、经商倒卖就能一夜暴富时，谁还愿意去种地？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彻底扭曲了，大家都去追逐商业暴利，为了钱，什么礼义廉耻都可以抛弃，街头巷尾充斥着坑蒙拐骗，这就叫笑贫不笑娼。当一个国家的所有人眼里只剩下钱的时候，这个国家还有救吗？第三刀也是最致命的一刀，砍向了法律的不公。儒生们愤怒地咆哮：现在的法律简直就像一张蜘蛛网，只能网住那些没钱没势的小虫子，而那些巨大的马蜂轻而易举就能把网撞破。在汉代是有赎罪制度的，那些通过垄断发了横财的特权阶层犯了法，甚至杀了人，只要交足够的钱就能免除死刑。而穷人呢？穷人连饭都吃不饱，偷了一只鸡就要被剁掉手，甚至家破人亡。富人可以用钱买命，穷人
只能用命去填法律的窟窿。桑弘羊，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盛世吗？面对儒生们排山倒海般的道德控诉，整个朝堂死一般的寂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那个一直高傲冷酷的帝国 CFO 桑弘羊，这一次没有愤怒，也没有嘲笑。他沉默了很久。桑弘羊难道不知道底层的苦吗？他不知道官吏在贪污吗？他不知道富人在用钱买命吗？他全都知道。但他能怎么办呢？桑弘羊的骨子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家。法家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是人性本恶。桑弘羊看着这群大谈仁义道德的儒生，心中只有悲哀。你们以为靠给老百姓讲道德，靠几本四书五经，就能让他们去前线跟匈奴拼命吗？就能让他们乖乖把粮食交出来养活军队吗？不可能的。只有用严刑峻法去逼迫他们，用实实在在的利益去诱惑他们，国家机器才能运转起来。在那个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农耕时代，汉武帝要打一场空前绝后的举国之战，就必须把全国的资源压榨到极限。在这个过程中，必定会产生特权，必定会滋生腐败，必定会有一大批底层百姓沦为代价。桑弘羊没有选择，为了保住大汉朝的江山，他只能饮鸩止渴。他是在用社会的溃烂去换取帝国的生存。桑弘羊的悲剧在于，儒生们赢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而他却只能背负着千古骂名，替那个伟大的汉武大帝去扛起这血淋淋的现实。长达数月的盐铁大辩论终于走到了尽头。一边是心系苍生，站在道德顶峰的儒生，另一边是冷酷务实，手握帝国财政大权的桑弘羊。他们谁也没有说服谁，因为他们本就站在了两个平行的宇宙里，一个关注的是人怎么活，另一个关注的是国怎么存。最终，这场辩论以一种妥协的方式收场了。辅政大臣霍光废除了一部分酒类和铁器的国家专卖，但最核心的盐铁官营和军书平准依然被完整保留了下来。看起来桑弘羊似乎保住了他的政治遗产，他赢了。但是历史的剧本往往比小说更加残酷。就在这场盐铁辩论结束后仅仅第2年，那个为大汉帝国搞了一辈子钱，支撑了汉武帝半个世纪宏图霸业的千古第一 CFO 桑弘羊，突然被指控卷入了一场谋反案。辅政大臣霍光毫不留情地举起了屠刀。72岁的桑弘羊被满门抄斩，血染长安大街。他临死前看着这片他用尽一生去算计、去经营的帝国疆土，心中在想什么？是谁杀了他？是政敌霍光？是被他得罪的天下百姓？还是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封建体制？真相极其残酷，只有4个字：政治斗争。在朝堂上，儒生们骂他与民争利，这要不了他的命。要他命的是那个高坐在幕后冷冷看着这一切的辅政大臣霍光。桑弘羊掌控着大汉帝国最庞大的财政机器，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这让大权独揽的霍光感到深深的恐惧。在古代政治里，谁掌握了钱袋子，谁就拥有了掀翻棋盘的底气。于是霍光借着一场莫须有的燕王谋反案，顺水推舟，把桑弘羊全家送上了断头台。你看，这就是历史的黑色幽默。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儒生，以为自己用辩论拯救了天下苍生，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政客霍光手里用来打压政敌的一把刀而已。随着桑弘羊的死，这场轰轰烈烈的盐铁会议似乎画上了句号。后来，一位名叫桓宽的儒家学者把这场辩论的会议记录润色加工，写成了一本千古奇书《盐铁论》。在书里，儒生们大义凛然，字字珠玑，把桑弘羊驳斥得体无完肤。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在历史的书卷里，儒生们赢了，赢麻了。
他们代表的藏富于民、自由市场、小政府，成为了后世无数知识分子心中的白月光。但是，最让人细思极恐的终极反转来了。当我们翻开汉代之后2000年的中国历史，你会发现一个极其诡异的现象：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天天在书里痛骂桑弘羊是巨奸之臣，是与民争利的国贼。可是，一旦遇到外敌入侵，遇到天灾人祸，遇到国库空虚，那些高高在上的皇帝，第一反应永远是快把桑弘羊的那套作业给我拿出来抄。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没钱打仗怎么办？唐肃宗立刻任用了理财大臣刘晏，垄断了江南的盐铁，搞起了长平仓。宋朝面临辽国和西夏的威胁，财政破产怎么办？宋神宗任用了王安石，搞起了市易法和军书法，本质上就是桑弘羊的翻版。明朝张居正改革，清朝的盐商垄断，发现了吗？儒生们赢了辩论，赢了道德，赢了历史书，但是桑弘羊赢了之后2000年的政治现实外儒内法，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全是国家利益和强权逻辑。桑弘羊发明的这套国家干预经济、垄断核心资源的模式，成为了此后2000年中华帝国最底层的操作系统。没有这套系统，庞大的农耕帝国根本无法对抗游牧民族的铁骑，也无法维持超大规模的国家统一。这就是盐铁论最伟大的地方，它不仅是一部汉代的会议记录，它更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永恒死结。其实今天这个世界，不也正在上演着一场又一场的盐铁之变吗？桑弘羊和儒生们的争吵，难道不就是现代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与哈耶克自由市场理论的终极对决吗？当经济危机爆发，当大萧条来临，当面临贸易战和科技封锁的外部威胁，我们就渴望出现一个桑弘羊。我们希望国家出手搞大基建，搞宏观调控，集中力量办大事，用国家资本去对抗风险，这就叫大炮与安全。但是当国家干预过多，当国企变得僵化，当系统里出现了寻租和腐败，当普通人的创新活力被压抑，贫富差距拉大时，我们又会无比怀念那些儒生。我们呼吁减税降费，呼吁打破垄断，呼吁保护民营经济，呼吁藏富于民，这就叫黄油与民生。国家做大，往往容易压抑民间；民间做大，又往往容易形成资本垄断，甚至威胁国家安全、效率与公平、国家安全与个人财富。这就是盐铁论留给今天的无解方程式。在太平盛世，我们都是高谈阔论的儒生，向往着自由与繁荣；而在狂风暴雨中，我们又不得不退回到桑弘羊的堡垒里，忍受着代价，只为求得生存。历史从来都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一张不断重复的剧本。2100多年前那场长安大雪早已融化，桑弘羊的鲜血也早已干涸，但那场关乎财富、权力、民生与国家命运的争吵，至今依然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议会里，在每一个互联网的评论区里，激烈地回荡着盐铁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